结婚当天，未婚妻让她的男助理坐头车，理由是他容易晕车，而我这个新郎官却被安排在后车，真是离谱。我连自己的婚车都坐不得，准岳母和准小舅子还劝我，男人要大度，别计较这些小事。宾客们交头接耳，死对头们举着手机等着拍我难堪的样子。我冷笑一声，直接走向路边停着的红色超跑，拉开副驾门坐了进去。驾驶座上的青梅挑眉看我，怎么不娶了？我系上安全带，不是说不想我娶别人吗？现在领证，敢不敢？走啊，谁怕谁？前未婚妻一家慌了，他们不知道我的青梅是科技新贵，更是他们公司最大的投资人。今天接亲流程刚走完，我正准备上那辆全球限量的库里南，叶晴一把拽住我，陆周，等一下，你去坐后面那辆车。什么？我大脑空白了一瞬。苏晨现在晕车的厉害，这辆主婚车空间大，他必须坐这里，你就委屈一下，反正路程也不远。叶晴，今天是我俩大喜的日子，我一个新郎去坐后车，让助理跟你坐主婚车，你觉得合适吗？再说了，别人晕车都是开窗，我还是头一次听说晕车非要占新郎位的。苏晨在车窗里满脸挑衅，对不住阿陆哥，我这病特殊，叶总心疼我才让我坐这儿的，我也觉得不合规矩，我也气炸了。你也知道不合规矩，碍于众多宾客在场，我强压怒火理论，主婚车是给新人坐的，你让他坐进去，路人看了还以为他才是新郎。叶晴一脸嫌弃，那么在意别人的看法干什么？今天到场的人知道跟我领证的是谁就行。既然说不通，我直接找上他妈。叶晴飞要让助理跟他坐主婚车，让我去后面随便找辆车坐。他妈还没开口，他弟弟凑上来了，陆哥，我姐让你坐你就坐呗，多大点事儿。苏晨工作忙，必须时刻跟着，以后都是一家人，你就担待些。我是看明白了，这家人全把我当外人。叶晴已经替苏晨关好车门，周围的亲戚议论纷纷，都在等着看戏。平时在圈子里就不对付的几个二世祖，直接掏出手机对我录像。大家快看，陆州报应来了，叶总虽然娶她，但连主婚车都不让她坐，苏晨才是真爱，逼婚成功能怎样？还不是连同城的资格都没有。我忍不住吼了一嗓子，全都给我闭嘴。那些人收了手机。陆州，就算你使手段让叶总娶了你，你在叶家地位也比不上苏晨，要我是你，这婚今天就不结了。我凭什么不结？这婚我今天就决定了，我不结，不是正好便宜了苏晨那个贱人。大家都以为是我陆州死缠烂打，实际恰恰相反。为了让我做她男朋友，叶晴曾包下外滩巨幕，燃放了999组礼花。为了让我答应嫁她，她跟我求了18次婚。最后一次，重度恐水的她从游轮上一跃而下，只为了我说那句，只要你敢跳下来，我就答应你。过往的美好现在全都成了笑话。一辆迈凯伦的缓缓停在路边，车窗落下，是和我从小玩到大的江南。陆州，今天这婚你还结吗？当初我要娶叶晴，江南极力反对，我们差点断绝往来。你是看我笑话的？我没那么闲。江南又说，你要是现在说不结这个婚，我立马带你走。他都这么对你了，你还要嫁吗？开车。江南启动车子，路程刚过半，突然不知从哪窜出来一辆商务车直撞过来，还好江南紧急避让，只擦了点边。一个女孩下车拍窗，你们怎么开的车？必须给我修车。我觉得她眼熟，却想不起来。这时叶晴打来电话，你怎么还没到？我出车祸了。就听旁边一个女生说，大喜的日子就出车祸，真不吉利，是不是老天爷不想让你进门？陆州，赶紧打个车过来，别误了吉时，我出车祸了。你第一时间不关心我有没有受伤，而是怕误了吉时。你一个大男人福大命大，肯定没事，赶紧打车过来吧。叶晴挂了电话，我下车被人拽住，你不能走，拽我的正是故意撞车的女孩，我看清了，她是苏晨的闺蜜。江南挡在我身前，有什么事你跟我说。那不行，谁知道你们是不是有预谋的撞我？我冷笑，是苏晨派你来拖着我的吧？女孩愣住了，苏晨是谁？我不认识。这时苏晨打来视频，他正穿着我的高定礼服，造型师在给他弄领结。陆哥好看吗？叶总说你赶不过来了，怕误了吉时，让我先代替你走完仪式，我会直播给你看的。婚礼要开始了。我默默坐回车里，
婚礼的每一朵花都是我挑的，可如今站在上面的却是别人。婚礼到高潮，主持人宣布，新娘可以亲吻你的新郎了。叶晴毫不犹豫吻了上去，两人唇齿拉丝，我只觉得恶心，下车呕吐起来。江南帮我拍背，送你去医院。我摆摆手，换上江南给我准备的衣服。此时手机传出声音，陆哥，我们的婚礼精彩吗？等下就要去敬酒了，你的亲戚好像都没发现新郎换人了。敬酒环节我就不给你直播了，怪费电的。江南回到车里，那个女的我让助理处理了。江南看我换下新郎服，你这是不准备去结婚了？江南，你不是说不想我嫁给别人吗？那现在领证去不去？江南傻了，你是说我俩领证？我点点头，不愿意就算了。江南兴奋坏了，去，包去的。江南一脚油门轰到民政局。我俩领了证，去酒店，带我去我婚礼的酒店。酒席还没结束，咱们去随个份子。到了酒店，我拿个红包塞了38块钱，找个角落坐下。等了半天，叶晴和苏晨终于进到我这桌了。起初他们没认出我，直到我举杯，叶晴才发现。陆周，你什么时候来的？你这身上穿的谁的衣服？新郎都换人了。我还穿着那身行头不讽刺吗？你别误会，这不是因为路上出了事故你赶不过来吗？我这才让苏晨帮我走完流程，不然误了吉时，让这么多亲朋好友等着你也不好吧？我点头，我理解。准岳母和小舅子都过来了。陆周，你这身上穿的什么呀？这身行头，怕不是哪位富婆打赏你的吧？陆周，妈说你就因为没坐主婚车，你就故意躲起来，想让叶家难堪。你也太不懂事了，要不是苏晨救场，我们叶家的脸往哪放？再有一次，就算叶晴宠着你，我也绝对饶不了你。你没说我出车祸了。对了，撞我的车就是苏晨闺蜜开的，她已经被拘留了，要承担刑事责任。苏晨慌乱。叶晴维护，什么苏晨闺蜜？你说的好像苏晨故意找人撞你一样。苏晨的为人我最清楚，她那么善良温柔，怎么可能叫她闺蜜去撞你的车？你赶紧跟她道歉，本来我还想给你补办一场，你要是不道歉，这婚礼也别办了。我看着叶晴那张写满荒唐的脸，慢条斯理地挽住江南的手臂，一字一顿地说道：老婆啊，她是我老婆，领过证，合法的。叶总，真得感谢你的不娶之恩，我现在已经是名正言顺的江先生了。江南十分配合地在我侧脸落下一个亲吻，声音虽然清冷，却带着主权宣言般的霸气。那是当然，陆周现在是我的人，谁也别想动他。叶晴的五官瞬间因为愤怒和不可置信而扭曲在了一起，她尖叫道：陆周，你在胡闹什么？我才是你未婚妻，我们连婚礼都办了，全海城的人都知道你是我叶家的人。我冷笑着打断他：叶总记性真差，跟你办婚礼，在台上接吻的不是苏晨吗？我不过是早上陪你玩了几个无聊的赌门游戏，真正跟你走完仪式的新郎现在就站在你身边呢。抱歉，我的婚礼不需要平替，更不需要别人帮我走流程，我们之间彻底完了。苏晨颤抖着手拆开那个红包，原本得意的脸色瞬间变得惨白。怎么就38块钱？我斜睨了他一眼，语气平淡的像是在说一件微不足道的小事。因为在我的眼里，你就只值这38块钱，多一分我都觉得是在浪费人民币。苏晨气得浑身发抖，眼眶瞬间红了，拉着叶晴的衣袖告状：叶总，你看他，我好心帮他救场，他竟然当众羞辱我，骂我是38。陆周，叶晴额头青筋暴跳，声音冷若冰霜。这么多宾客在场，还有那么多你请来的亲戚，你非要在这里耍小性子丢人现眼吗？我环顾四周，那些所谓的亲戚不过是叶晴为了排场逼我请来的陌生人。我自嘲一笑，这些亲戚是你非要我请的，为了请他们，我搭进去几百万的差旅费，他们甚至连我陆周是谁都不知道，看了笑话又如何？反正从这一刻起，我和你们叶家老死不相往来。叶晴脸色阴沉的几乎要滴出水来，她死死盯着我，下达了最后的通牒：陆周，我再给你最后一次机会，立刻跟苏晨道歉，我可以大度的当这一切都没发生过，否则今天你就别想回那个新房，我也会重新考虑我们的婚约。我直接气笑了，眼神里满是不屑。就算你求我，
我也不会回那个晦气的地方。不过，我确实得回去一趟，毕竟房里那价值千万的古董家具和定制电器全是我买的。既然分手了，我带走我的资产，叶总应该没意见吧？不等他回答，我直接挽住江南的胳膊，大步流星的往外走。老婆，陪我回去拆架，顺便把那些恶心的垃圾全扔了。叶晴气急败坏地追出来，却不料身后的苏晨为了留住他，假装狡猾，哎呀，一声跌坐在地，抓着脚踝露出一副楚楚可怜的模样。叶晴看了看我的背影，又看了看身后的苏晨，最终还是选择回头去扶他的宝贝助理。我和江南回到婚房，看着满屋子为了迎接婚礼而布置的红绸，只觉得无比讽刺。我没有半分留恋，二话不说便指挥着搬家公司开始动手，能带走的私人珍藏全部打包，那些带不走的定制装修，我直接抡起锤子砸了个稀巴烂。一想到以后叶晴可能带着苏晨在这张床上温存，我宁可亲手毁了，也绝不便宜这对渣男贱女。拆迁般的巨响惊动了整个楼层，直到满地狼藉，我才最后看了一眼这个曾寄托了我8年梦想的废墟。临走前，我将叶晴当初给我创业的那3000万如数转回他的账户，并冷漠地拉黑了他所有的联系方式。江南看着我利落的动作，眼神里满是赞赏。他轻声提议道：“陆周，别留恋了，这种二手房子晦气得很。正巧云顶天宫的独栋别墅明天开盘，咱们去扫楼。”我点了点头。好，只是今晚，我能不能先去你那儿挤一挤？听到我的话，江南先是一愣，随即耳根迅速染上了一抹可疑的红晕。他微微别过头：“咱们现在可是合法夫妻，不去我那儿住，你还想去哪儿？”虽然我们认识了20多年，几乎占据了彼此的全部青涩时光，可当身份从死党骤然晋升为爱人，那种微妙的拘谨感还是让我坐立难安。到了江南那套顶层复式大宅，我站在客厅中央，竟然连手脚往哪儿放都不知道。江南也显得很紧张，他不停地喝着柠檬水，脸红得像个熟透的大苹果。要不你先去洗个澡，折腾一天也累了，你洗完我再去。我躲进卫生间，对着镜子做了很久的心理建设。陆周，你已经领证了，江南才是你名正言顺的妻子。从卫生间出来后，卧室里弥漫着淡淡的香氛，我们顺理成章地发生了夫妻间该发生的一切。我第一次发现，平日里那个雷厉风行的科技新贵，在怀里竟然如此娇柔。次日清晨，我们驱车前往云顶天宫，正准备签下价值5亿的购房合同时，身后传来了一声尖利的惊呼：“陆周，我终于找到你了！”叶晴喘着粗气冲进售楼部，头发有些凌乱，再无往日的整洁优雅。她死死盯着我手里的签字笔，语气里带着一丝命令式的急切。昨天我回婚房看过了，你竟然把家都砸了。陆周，那3000万你也退回来了，你到底在闹什么？我想打电话给你道歉，可你一直关机，去你那几个朋友家也找不见你。今天听说你在云顶天宫出现，我推了2个跨国会议跑来找你，你总该消气了吧？我停下笔，冷漠地看着他表演。叶总，道歉就不必了，我砸的是我自己的东西，退的是叶家的钱，我们已经两清了。叶晴深吸一口气，语气软了一些。陆周，我知道昨天的事是我考虑不周，苏晨晕车确实是个意外，你想要什么补偿尽管提，我甚至可以把公司3%的股份转给你。别闹了，跟我回去，我已经让人准备重新补办婚礼了，这一次我让你风风光光的。我嗤笑一声，看着他那副居高临下的施舍模样，心里只觉得阵阵恶心。叶总，你是不是还没搞清楚状况？我已经有了新的家庭，有了名正言顺的太太，请你自重，不要再出现在我面前，我嫌脏。别说气话了，陆周。叶晴一脸笃定，仿佛看透了我一般。我知道你离不开我，我们在一起8年，你的衣食住行哪样不是靠我？离了我，你在海城连立足之地都没有。江南不过是你的发小，他能给你什么？原来在你眼里，8年的感情只是因为我离不开你。我直接点开手机，投屏到售楼部巨大的显示器上，画面里正是昨天婚礼的高潮部分。叶晴紧紧搂着苏晨，两人亲吻的难舍难分，唇齿间甚至拉出了晶莹的丝。我指着屏幕，声音如冰茶般冷冽，清清白白。叶总管这种当众湿吻叫清白，还是说这就是你所谓的借位？
你当我陆州是没长眼睛的残废，还是没脑子的白痴？叶晴看着大屏幕上极具视觉冲击力的画面，脸色瞬间从惨白变成了铁青。他张了张嘴，还在试图最后挣扎。陆州，那是当时司仪烘托气氛，苏晨他胆子小，我只是怕他当众下不来台才配合一下，真的是意外。我心里爱的人一直是你啊。够了！我猛地关掉视频，眼神里满是厌倦。我不想听你这些令人作呕的狡辩。现在，我要和我老婆买我们的婚房，请你立刻滚出我的视线。老婆，叶晴像是听到了什么天大的笑话，指着我身边的江南嘲讽道：陆州，你就算是气我，也要找个靠谱点的理由。江南不是你那个开倒闭小公司的哥们吗？怎么，昨天下午领的证，今天就成江太太了？这种骗小孩的把戏，你觉得我会信？我没废话，直接从西装内兜里掏出那本滚烫的结婚证，举到他眼前。江南顺势挽住我的腰，挑衅地看向叶晴：叶总，打死你都不信的事，偏偏就是事实。现在，请你对我的合法丈夫保持起码的尊重。叶晴看见那本刺眼的红色结婚证，整个人像是被雷劈中了一般，她歇斯底里地推了江南一把，指着我大喊：陆州，你疯了！为了气我，你竟然随随便便就跟这种女人领证。她这种小家小户出来的女人能给你什么？她能带你出入上流社交场，还是能保你一辈子衣食无忧？江南身形一闪，优雅地避开了叶晴的推搡，眼神瞬间冷了下去。叶晴，注意你的教养。陆州现在是我的丈夫，你再动他一下，别怪我江家不留情面。叶晴像是听到了什么笑话。江家，海城姓江的多了去了，你算哪块小饼干？陆州，你看看这云顶天宫的别墅，一套起步5亿，他这种开破车的小老板，买得起吗？就算砸锅卖铁勉强买了，你们下半辈子也得背着房贷当房奴吧。这时，苏晨也紧随其后跑了进来，一副保护者的姿态站在叶晴身边。陆哥，叶总也是为了你好，这房子真不是你们这种阶层能看的，你要是真喜欢，求求叶总，他说不定能全款买下来送你当分手费呢。江南冷笑一声，周身散发出一种上位者独有的凛冽气场。叶总好大的口气啊，要把云顶天宫开盘的这12栋别墅全部买下来，至少也要100亿现金。你那天卓科技一年纯利润撑死也就几个亿，你确定你的支票本经得起这种折腾？叶晴被戳中了痛点，恼羞成怒地叫道：我拿不出，难道你拿得出？我就算再没钱，在海城也比你强上100倍。江南，你要是今天能在这儿签下购房合同，哪怕只买一间厕所，我叶晴立刻跟你姓。那恐怕你得提前去民政局改名叫江晴了。江南嘴角勾起一抹玩味的弧度，转头看向早已满头大汗的售楼部负责人：王总，这位叶女士想看我的房产证，告诉她，这云顶天宫的开发商究竟是谁？售楼经理缩着脖子走上前，对着江南深鞠了一躬，声音颤抖地说道：叶总，您误会了，云顶天宫是江氏集团旗下的核心产业，而这位江小姐是我们老董事长的亲孙女，也是江氏集团未来的唯一接班人。售楼部内死一般的寂静，叶晴呆立在原地，手中的名牌包险些滑落。江氏集团，那个垄断了海城半数房地产和高新科技的江家，不，这不可能。江南明明只是个……江南没理会他的失魂落魄，直接拨通了一个视频电话，屏幕很快亮起，一位威严却面带慈祥的老人出现在画面中。江南俏皮地说道：爷爷，忙着呢。天卓科技的叶晴叶总说，想瞻仰一下咱们江家的家产，顺便想问问我有没有资格买这儿的房子。叶晴在看到老董事长的瞬间，双腿一软，险些跪了下去。老董事长您好，我是小叶，上次商务峰会上我给您敬过酒的。江老爷子冷哼一声，隔着屏幕都透出一股威压。小叶啊，我听江南提起过你，原本看在你是陆州未婚妻的份上，江氏给了你们不少订单，但现在既然你要跟江南姓，那我也得提前适应一下。叶晴浑身颤抖，冷汗瞬间浸透了后背。江老爷子接着说道：江南，陆州那孩子受委屈了吧？告诉他，既然证明了，那就是我江家的孙女婿，天卓科技那种小地方不去也罢，今晚带他回家吃饭，
爷爷把珍藏的30年陈酿开了。视频挂断，叶晴整个人瘫坐在真皮沙发上，眼神空洞。江南一步步走到他面前，居高临下的俯视着他。叶晴，刚才的大话已经说出去了，跪下，磕个头，改个姓，我可以考虑不撤回江氏对天卓科技的所有投资，否则你不仅要破产，还得背上巨额的债务。苏晨在一旁吓得大气都不敢喘，甚至悄悄往后退了几步。叶晴咬着牙，感受着周围销售和客户指指点点的目光，那是他这辈子从未有过的屈辱。但在绝对的资本碾压面前，他所有的骄傲都成了笑话。他颤抖着身体，在江南冷漠的注视下，以一种极度滑稽且缓慢的动作，在众目睽睽之下，屈辱地跪在了大理石地板上，发出咚的一声闷响。看着跪在地上的叶晴，我连多看一眼的兴致都没有。这种迟来的屈辱，比起他昨天给我的折辱，根本不及1/1000。我转头看向江南，语气温柔了几分。老婆，既然房子定下了，咱们先回一趟天卓科技吧，我得把离职手续办了，顺便把办公位上那些私人物品带走。毕竟江氏集团的孙女婿，总不能一直挂着个行政助理的头衔。叶晴猛地抬起头，眼睛里布满红血丝。陆周，你为了逃避我，连8年的事业都不要了。当初可是你说要在公司陪我一辈子的。我冷笑一声，叶晴，你是不是搞错了？我是学顶级金融的，为了你，我在行政岗打了8年杂。我所谓的事业，不过是每天帮你处理琐事，订餐厅，买礼物。现在我老婆身价1000亿，我不仅有事业，还有全世界。那种伺候人的活儿，以后还是留给你的宝贝助理苏晨吧。说完，我拉着江南的手，头也不回地走出了售楼处，再次走进天卓科技。办公楼里的气氛压抑得让人窒息。我3-2下写好了辞职报告，直接打印出来甩在叶晴的办公桌上。那些平时跟我合不来的同事，此刻都探着脖子等看热闹。陆周，你闹够了没有？叶晴弟弟从门外冲进来，指着我的鼻子骂道：我姐为了找你一夜没睡，你倒好，在这儿装什么大尾巴狼？离了天卓，你连房租都交不起。我没理会这个草包，径直走到那几个平时最爱冷嘲热讽的行政组同事面前。他们此刻正缩在工位后面，眼神躲闪。昨天婚礼现场的录像，你们每人都有一份吧？现在全部发到我的邮箱里。几个同事，你看我，我看你，谁也不敢动。我冷冷一笑，怎么，要我请江氏集团的法务部亲自来取吗？听到江氏集团4个字，他们脸色瞬间大变，手忙脚乱地开始操作。我看着那些清晰的接吻录像，嘴角露出一抹残忍的弧度。我抱着收拾好的纸箱刚走出公司大门，就被叶晴的母亲和弟弟拦住了。陆周，妈说你2句，你怎么还真较真了？叶母拉着脸，语气依旧傲慢。这2天家里没人做饭，也没人给叶晴安排行程，乱成一锅粥了。赶紧回去把这辞职报告撕了。妈让你姐今晚多陪陪你还不行吗？我嗤笑一声，看着这个剥削了我8年的准岳母。阿姨，别认错人了，你们以前认我当家人，是因为我会做家务，会赚钱，能忍受你们全家的颐指气使。现在这种福气还是留给苏晨吧。那怎么行？苏晨不过是个助理，他能有什么本事照顾好我们？叶母急了，死死拽着我的胳膊，我一把甩开他，语气冰冷，因为你们想吃我的绝户，可惜你们眼下错认了真神。陆周不再是你们叶家的保姆，我是江氏集团未来的男主人，以后别再让我看到你们。我护着纸箱钻进江南早已等候多时的超跑，引擎的轰鸣声瞬间盖过了叶家母子跳脚的辱骂。本以为事情告一段落，没想到当天晚上，一段恶意剪辑的视频在海城社交圈疯传。视频里，我坐在江南的迈凯伦里，配音极具诱导性。新郎官接亲当日抛弃未婚妻，疑似长期勾搭女富豪。天卓科技陆某吃着软饭还劈腿，豪门赘婿梦碎当场。评论区下全是买好的水军和不明真相的围观群众。长得白净果然心都脏，这种男人干脆出来卖算了。可怜的叶总，8年喂了狗，支持叶总全行业封杀这种捞男。甚至还有人扒出了我父母早逝的背景，骂我是没人教养的小畜生。
我坐在江南家的阳台上，看着这些不堪入目的评论，非但没生气，反而笑出了声。我知道，这种自杀式的公关手段，除了苏晨那个蠢货，没人能做得出来。既然他想玩大的，那我就送他一份终生难忘的大礼。我转头看向江南，他正抱着笔记本电脑，修长的手指快速敲击着键盘。老婆，那些视频导出来了吗？江南头也不抬，嘴角勾起一抹胜券在握的笑。不仅导出来了，我还让技术部做了帧率增强。苏晨和叶晴在台上亲吻时的口水丝，现在清晰的能数出有多少根。10分钟后，一份名为《真相到底是谁在背叛婚礼》的长视频被我直接实名发布在所有主流平台。视频里不仅有叶晴逼我下车，让苏晨上位的完整原声对话，更有婚礼现场那场缠绵悱恻的替身之吻，以及苏晨闺蜜在路上故意别车，并亲口承认受人指使的录音。我只配了一句话：我陆州不做谁的替身，更不吃带毒的软饭。江氏集团法务部将对所有造谣者起诉到底。视频一出，舆论瞬间爆炸，原本同情叶晴的网友纷纷倒戈，评论区的风向变成了第一次见孕车需要做主婚车的，不如直接坐救护车去火化。这苏晨和叶晴简直是年度最恶心渣男渣女，支持陆先生退婚反杀。更有甚至，网友扒出苏晨平日里在公司公款私用的证据，甚至还有她和苏晨闺蜜分钱的聊天记录。一夜之间，天卓科技的官微被骂到关闭评论，股价更是一泻千里。江氏集团同时发布通告，因天卓科技企业信誉缺失，正式撤销所有在研合作，并追究其违约金。当我再次在江氏大厦楼下见到叶晴时，她整个人像老了10岁，那一身名牌套装此刻显得支离破碎。她满眼血丝的挡在我面前，声音近乎哀求：陆周，我错了，我真的不知道苏晨背着我做了这么多，你帮帮我，让江家收回封杀令好不好？我妈心脏病发住院了，我真的撑不下去了。陆哥，毕竟咱们差一点就成为一家人了，你也不忍心看我们沦落到去住廉租房吧？叶晴的弟弟也跟在后面，原本嚣张的气焰全无，此刻怂得像条流浪狗。我停下脚步，冷漠地俯视着他们，心里只觉得阵阵荒唐，不忍心。当初苏晨造我黄谣，引全网抱我的时候，你们叶家有人出来说一句不忍心吗？当初你在婚礼上当着所有人的面亲吻助理，让我尊严扫地的时候，你想过我能不能忍受吗？叶晴哭得瘫坐在地上，企图伸手抓我的裤脚，那都是苏晨骗我的。他说你出车祸是演戏，陆周，看在8年的分上，你救救天卓吧。我后退一步，避开他那双肮脏的手，眼神里透着彻骨的寒凉。叶晴，你既然敢纵容这种人在身边，就要想到反噬的后果。你妈生病，那是你种下的孽。现在，我不仅不会帮你，我还会正式起诉苏晨，他这辈子就在牢里吃白食吧。叶晴还想纠缠，江氏的保安直接将他们架了出去。这种自作自受的场面，我连一个眼神都不想多给。回到办公室，江南正坐在老板椅上，手里拿着一份刚刚送达的保密文件。见我进来，他眼里的冰霜瞬间消散，换上了一抹从未有过的温柔和紧张。陆周，你过来。他拉着我坐下，指尖有些颤抖地将一张报告单推到我面前。那是江氏私立医院的化验单，上面2道鲜红的杠清晰的刺眼。陆周，那天晚上之后，我这里好像有了我们的宝宝。江南的手轻轻附在尚且平坦的小腹上，眼眶微微发红。我愣在原地，浑身的血液瞬间凝固，随即狂涌至大脑，那种排山倒海般的喜悦瞬间淹没了我。我指尖轻轻附在江南尚且平坦的小腹上，心里软成了一滩水，甚至不敢用力呼吸。江南声音带着一丝不易察觉的颤抖：陆周，这是真的，我们要当爸爸妈妈了。我抬头看他，眼底漾着藏不住的笑意，用力点了点头。江南一把将我揽进怀里，动作轻柔的像在呵护什么稀世珍宝。他下巴抵着我的发顶，絮絮叨叨的低声呢喃：太好了，真的太好了，陆周，谢谢你，谢谢你愿意留在我身边，给我一个完整的家。他的喜悦溢于言表，甚至想抱着我转圈，却又突然停住，生怕惊扰了肚子里的那颗小种子。确认怀孕的消息后，江南恨不得把整间私人医院都搬回家里。他小心翼翼地把我扶到沙发正中坐好，眼神里满是紧张与克制，急急忙忙地掏出手机，
不行，我现在就叫家庭医生过来做全面检查，哪怕是千万分之一的风险，我也不允许发生。司机，备车，不，让医生直接上门。从那天起，我成了江家全员出动的重点保护对象。江爷爷听闻喜讯，连夜从老宅派来了最顶尖的营养师团队和资深管家，家里每一个尖锐的桌角都被贴上了厚厚的防撞条。江南更是直接推掉了几乎所有的应酬，每天雷打不动地守在我身边，连我喝一口水，他都要亲自试过温热才肯递给我。这种众星捧月的感觉让我有些不真实，可看着江南眼底那抹从未消失的温柔，我真切地感受到，那些被叶晴践踏的日子终于彻底翻篇了。日子过得平淡又甜蜜，可叶晴一家的纠缠却像阴沟里的老鼠，并没有因为公司破产而彻底消失。由于叶晴经营不善且身负巨债，叶母受不了打击，中风住院，医药费像个填不满的无底洞，日复一日地吞噬着叶家仅存的廉耻。叶晴彻底走投无路了，她开始隔三差五地出现在江家庄园门口，不顾尊严地想要闯进来见我一面。起初，训练有素的保安还能将她挡在警戒线外，可她像块甩不掉的牛皮糖，软磨硬泡，甚至不惜在众目睽睽之下跪在庄园的大理石台阶上。那些豪门邻居们纷纷侧目，甚至有人架起望远镜看热闹。江南虽然面上不显，但我知道他已经动了怒。他不允许任何烂人烂事惊扰到我们的生活，更不允许叶晴那副肮脏的嘴脸出现在我眼前哪怕一秒。可叶晴显然已经疯了，他咬定了只要见到我，我就一定会心软救他。那天午后，阳光透过梧桐树叶洒在庄园的小径上，我扶着江南在门口散步透气。刚走到黑色玄铁大门处，就看见叶晴跪在那里，她那头曾经精心打理的秀发此刻乱糟糟的，脸色苍白的像个死人，身上的名牌套装早就皱巴巴的贴在身上。看到我出现的瞬间，她的眼睛里爆发出惊人的亮光，猛地扑到栅栏前。陆周，陆周，你救救我，求求你救救我！江南冷笑一声，跨步挡在我身前，眼神如刀锋般锐利。叶晴，你要点脸，这里是江家，不是你撒泼打滚的菜市场。我警告过你无数次，不要再出现在陆周面前，你把我的话当耳旁风吗？叶晴却不管不顾，隔着栅栏拼命朝我伸出手，声音凄厉。陆周，我知道错了，我真的知道错了，我妈快死在手术台上了，看在我们8年的分上，你借我一点钱好不好？陆周，你借我30万就行，不，10万也行，我求求你了，我给你磕头。你现在有了孩子，就当是为了孩子积点德，帮帮我妈吧。我看着他不断磕在水泥地上的额头，心里没有半分同情，只有深深的厌恶。积德这2个字从他嘴里吐出来，简直是对生命的讽刺。我声音平静，却透着彻骨的寒凉。叶晴，你当初造我黄谣，骂我软饭男的时候，想过积德吗？你在婚礼上当众亲吻苏晨，让我成为全城笑柄的时候，想过积德吗？甚至你那个弟弟还想吃我的绝户，你们全家人把我当工具使唤的时候，想过情分吗？我冷漠地看着他额头渗出的血迹，一字一顿地说道：你妈生病，那是你种下的孽，该由你自己来偿，我1分钱都不会给你，因为你不配。说完，我拉着江南的手转身，决绝地走回了庄园深处。你当初造我黄谣，骂我不要脸的时候，怎么没想过积德？你让苏晨代替我走完一世，让我成为全城笑柄的时候，怎么没想过积德？我居高临下的看着跪在泥地里的叶晴，心里没有半分波澜。江南挺着3个月的孕肚，轻轻挽住我的胳膊，他虽然面色温和，但眼神里透出的寒意让叶晴打了个冷战。我冷笑一声补充道：叶晴，路是你自己选的，跪着也要走完。你妈生病没钱治，那是你挥霍无度的报应。我陆周不是慈善家，更不会对一个背叛者心软。说完，我拉着江南的手转身就走，皮鞋踩在枯叶上发出清脆的响声。叶晴在身后声嘶力竭地哭喊着我的名字，声音凄厉得像鬼哭狼嚎。我却没有回头，江南紧紧握住我的手，低声安抚道：陆周，别理这种人，气坏了身子不值得。我已经吩咐保镖了，以后他再敢靠近这附近1公里，直接报警处理。我点了点头，看着他隆起的小腹，心里才感觉到了一丝真实的回报。那天下午，阳光正好，我陪江南在庄园的花园里晒太阳，旁边放着刚洗好的新鲜提子，月嫂在一旁小心地陪护着，气氛本该温馨恬静。突然，
一个疯癫的身影从围墙外的死角翻了进来，手里竟然攥着一把寒光凛冽的水果刀。那人正是叶晴，他双眼布满血丝，死死盯着江南的肚子，嘴里念叨着：“你不帮我，我就让你们全家一起陪葬，我不好过，谁也别想好过。”说时迟，那时快，叶晴嘶吼着，直直朝江南冲了过来。月嫂吓得惊声尖叫：“保镖，杀人了！”江南因为怀着孕动作迟缓，眼看那刀尖就要刺中他，我浑身的血液瞬间凝固，我顾不得许多，一个箭步冲上前，猛地将江南护在身后，同时伸出手死死攥住叶晴的手腕。江南被惊吓过度，脸色瞬间惨白，捂着肚子靠在长椅上。我怒火中烧，一记重拳将叶晴打翻在地。保镖们也终于赶到，像按死狗一样将他死死按住。江南，你怎么样？肚子疼不疼？我顾不上看被按在地上的叶晴，疯了似的抱起江南。他脸色发白，指尖都在颤抖，小腹传来的坠痛感让他一句话也说不出来。我抱起他冲向庄园门口，咆哮着让司机备车。去医院，快去医院！一路上，我紧紧搂着他，手心里的汗把他的睡衣都浸湿了。我不敢想象，如果那一刀真的刺下去，我和江南的未来会变成什么样。到了医院，经过漫长的检查，医生终于松了口，万幸，只是受了惊吓，动了点胎气，卧床静养几天就没事了。我长舒了一口气，整个人虚脱地坐在走廊的椅子上，眼眶通红。医生走后，我看着躺在病床上的江南，心里既愧疚又后怕。而叶晴因为持刀行凶未遂，被警方当场刑事拘留，叶家最后的希望彻底断了。叶母在医院听闻消息后，病情急剧恶化，整个人陷入了深度昏迷，再也没有清醒过。经此一事，江家对江南的保护已经到了密不透风的地步，别墅周围增派了3倍的保镖，连江南喝的水都要经过严格检测。时间过得飞快，转眼间江南怀孕已经8个月了，她的肚子高高隆起，行动变得非常笨拙。我推掉了所有的商务应酬，每天24小时守在她身边。我会笨拙地学习胎教，对着她的肚子读金融报纸，也会在深夜她腿抽筋时，细心地为她按摩到天亮。江南经常笑着打趣我：“陆周，你现在越来越像个职业保姆了。”我吻了吻她的额头，柔声回道：“只要你和宝宝平安，我当一辈子保姆也愿意。”江爷爷也隔3差5来看我，每次都带一大堆顶级的补品，甚至已经开始商量重孙的继承权问题。他拍着我的肩膀感叹：“陆周，江南这辈子最大的幸运，就是那天在婚宴外接你上车。”我笑着点头。那些不愉快的往事，如今在我心里已激不起半分涟漪。就在离预产期还有半个月的时候，医院突然打来电话，说是叶母病危了，临走前想见我最后一面。我拿着电话犹豫了很久，心里五味杂陈。江南坐在摇椅上看着我，眼神温柔而深邃。他握住我的手，轻声说：“陆周，如果你想去送个终，我陪你去。有些恩怨，确实该在坟墓前画个句号，别给自己留下遗憾。”我想了很久，最终还是决定走这一趟。毕竟从前我也曾真心喊过那人一声妈。我陪着江南来到医院，叶晴的弟弟守在病房门口。比起半年前的嚣张跋扈，他现在整个人显得极其寒酸颓废。看到我们，他眼里闪过一丝愧疚，低着头嗡声说：“陆哥，谢谢你能来。我妈她一直念叨着你，说对不起你。”我点了点头，没说话。推开门走进那间满是药味的病房，叶母蜷缩在病床上，枯瘦如柴。如果不是旁边的仪器跳动，我几乎以为那只是一具盖着白布的骷髅。病床上的叶母已经奄奄一息，那张枯瘦如柴的脸上布满了青紫色的尸斑，浑浊的眼睛里透着死灰般的哀求。她颤抖着伸出皮包骨头的手，想要抓住我的衣角，我却下意识地往后退了一步。她声音微弱的几乎听不见，断断续续地呻吟着：“陆周，对不起，是妈错了，当初不该偏袒苏晨，不该让你受那么大的委屈。如果你能回来，叶家的门永远为你开着。”我心里五味杂陈，看着这个曾经对我吆五喝六，如今却卑微入骨的女人，平静地开口：“阿姨，一切都过去了，我和叶家已经没有任何关系了。”叶母急促地喘着粗气，眼神死死盯着我：“陆周，我知道你恨我们，但我走之后，叶林一个人无依无靠，求求你看在往日情分上，
以后多照顾照顾他，他还没长大，不懂事啊。一旁的叶灵捂着脸哭得泣不成声。我看着他弥留之际还想道德绑架的模样，终究只是淡淡回了一句：我会看着办的。听到这话，叶母最后一口气松了下来，手软绵绵地垂了下去。医生进来检查后，对着我们无奈地摇了摇头。节哀顺变，病人已经走了。叶灵扑在病床前，哭得撕心裂肺，喊着妈。我站在一旁，心里竟然没有半分波澜，只觉得困扰了我8年的那道枷锁终于随着这个老人的离去而彻底粉碎。我扶着江南慢慢走出病房，外面的空气清冷而自由。我深深吸了一口，转头看向江南：老婆，我们回家吧。江南回握住我的手，眼神里满是踏实的温暖。回家，以后我们的日子只有我们自己。回到庄园没过几天，江南的肚子就开始发动了。那是个深夜，我原本正迷迷糊糊的给他揉着有些水肿的脚踝，江南突然闷哼一声，抓紧了我的手腕。陆周，我好像要生了。我整个人僵了一瞬，随即连鞋都顾不上换，疯了似的喊来管家和司机，半拖半抱地将江南送往医院。一路上，我紧紧搂着他，嘴里语无伦次的安慰着，手心里的汗把他的睡衣都浸湿了。在产房外守了整整8个小时，我感觉自己像是在烈火上炙烤了整整1个世纪。江爷爷也闻讯赶来，拄着拐杖在走廊里不停地走动。我连饭都吃不下，只是死死盯着那扇紧闭的朱红色大门，心里不停地祈祷，只要江南平安，让我减寿10年都愿意。终于，随着一声响亮且清脆的啼哭声划破长廊的死寂，护士推开门笑着喊道：江总生了，是个男孩，6斤8两，母子平安。我浑身的力气在那一瞬间像是被抽干了，差点瘫软在地上。我冲进产房，看到江南虚弱的躺在病床上，头发被汗水打湿贴在鬓角，我心疼的眼眶通红，冲过去紧紧握住他的手，声音沙哑的凑在他耳边：老婆，你受苦了，真的辛苦了。江南虽然脸色苍白，但眼里满是初为人母的温柔。他看了看旁边刚洗干净正闭着眼睛吐泡泡的儿子，虚弱的笑了。我看着这个眉眼像极了我的小生命，心里满是作为父亲的责任与前所未有的幸福感。出了月子后，我带着江南和孩子回了一趟江家老宅。江爷爷看着怀里的重孙子，乐得合不拢嘴，当场就宣布将江氏集团名下2套市中心的顶级商业房产转到宝宝名下。他给宝宝取名叫江念周，说是要让孩子永远记住，他妈妈江南这辈子最正确的决定就是念着我陆周。周围的江家亲戚也纷纷凑过来赞不绝口，对我这个江家孙婿的态度从以前的客气变成了巴结。日子过得飞快，我彻底成了家里的超级奶爸。虽然请了顶级月嫂，但我总觉得不放心。换尿布、冲奶粉、温奶，每一个细节我都亲力亲为。看着江念周一天天长大，从只会翻身到含糊不清的喊出第一声爸爸，我只觉得从前在叶家受的那些冷眼和打骂都成了上辈子的荒唐梦。而江南也恢复了往日的商界女王范儿，只是每次下班回家的第一件事就是脱掉高跟鞋，和我一起守在爬行垫旁看孩子闹腾。这种平淡却真实的温暖，是我曾经卑微求索8年也从未得到过的奢侈品。3年后的一个周末，我带着念周在中央公园的儿童乐园玩耍，远处一个清瘦的身影引起了我的注意，竟然是叶灵。他穿着普通的快递员制服，正推着一辆电瓶车给路人递包裹。看到我的一瞬间，他愣住了，眼神里闪过一丝自卑和羞愧，却还是走过来低声打了个招呼：陆哥，好久不见。我看着他，虽然辛苦，但他的眼神清亮了许多，不再是以前那个只知道吃喝玩乐的寄生虫。他告诉我，苏晨因为在狱中表现不好被加刑了，而叶晴出狱后由于名声扫地，在海城待不下去，已经远走他乡去电子厂打工了。叶灵苦笑一声：妈走后我想通了，人得靠自己。陆哥，谢谢你当初没把事做绝。我点了点头，没多说什么，只是从包里拿出一块孩子没吃过的巧克力递给他。转身离去时，念周牵着我的手奶声奶气地问：爸爸，那个叔叔为什么在流眼泪啊？我摸了摸他的头，轻声回道：因为他在跟过去告别，以后他也会有自己的生活。3年时间转瞬即逝，我们又迎来了一个小公主。我坐在江氏集团顶层的旋转餐厅里，看着窗外海城繁华的霓虹。刚才助理随口提到，
天卓科技的老员工在偏远县城的电子厂见到了叶晴，曾经那个不可一世、出门非豪车不坐的叶总，如今穿着廉价的工服，为了几百块的加班费，在流水线上熬红了眼。他那双曾经只用来签字和指责我的手，现在布满了粗糙的伤痕。我听着这些，心里竟然没有半分报仇后的快感，只觉得像是在听一个陌生人的死讯，毫无波澜。我收回思绪，看着面前正埋头给女儿剥虾的江南，他褪去了商场上的凌厉，眉眼间尽是温柔。儿子念周在旁边懂事的帮妹妹擦嘴，这一幕温暖的让我几乎落泪。曾经我以为爱情就是卑微的守候和无尽的忍耐，直到遇到了江南，我才明白，真正的爱是并肩里，是当我深陷泥潭时，他会开着最耀眼的超跑，霸气的对我说：走，我带你回家。那些曾经折磨我的梦魇，终究被现实的幸福彻底治愈，消失在岁月的长河里。夜晚，我们在私人海岛的别墅露台上吹着海风，两个孩子已经闹累了，被保镖带去休息。江南从身后轻轻环住我的腰，下巴抵在我的肩头，声音软糯却笃定：陆周，在想什么呢？这么入神。我转过身，顺势将他拉入怀中，指尖摩挲着他白皙的脸颊，笑着说：在想这辈子能遇到你，真是我上辈子拯救了银河系。江南仰头吻了吻我的唇角，眼里亮晶晶的，像是坠入了漫天星辰。胡说，能遇到你才是我的幸运。谢谢你在那个糟糕的婚礼上，义无反顾地选择了跟我走。江南紧紧回抱住我，手臂的力道像是怕我会消失一般。我失笑出声，胸腔里满是踏实的幸福感。当初那场荒唐的接亲，原本是我人生的绝路，却没成想成了我通往极乐的转折点。如果不是叶晴的冷漠和背叛，我可能永远都不会发现，身边这个默默守护了我20多年的青梅，才是真正值得我托付终身的人。我低下头，深深吻住他的唇，余生还长，只要有他在身边，处处皆是风景。窗外的阳光洒进来，落在我们一家4口的合照上，暖洋洋的。念周和女儿在客厅里嬉笑打闹，清脆的笑声穿透了整间庄园。我看着眼前这一切，心里满是宁静。那些伤害过我的人，叶晴、苏晨，还有自私的叶家人，终究会被时光淹没，成了我生命中一段微不足道的插曲。而我，也终于在经历了一场失败的错爱后，找回了真正的自我，拥有了梦寐以求的完整家庭。我终于明白，最好的爱情不是轰轰烈烈的誓言，而是清晨醒来时身边的一杯温奶，是深夜疲惫时的一个拥抱，是细水长流的陪伴与信任。最好的生活也不是锦衣玉食的虚荣，而是一家人平平安安，开开心心的相守一生。那些曾经的伤痛都成了我成长的养料，让我更加珍惜现在的每一秒。海城的风依旧在吹，但我知道，无论未来的路有多少风雨，我都不再害怕，因为我知道，那个懂我、疼我、爱我的江南，会永远牵着我的手，一起走向白头。